今天有一个胎儿隔离肺的啊，隔离肺是这样，隔离肺其实是一种就先天性的肺泛异常啊。一般呢是指这个肺组织与正常的肺组织、正常的肺气管、血管不相连，有体循环动脉，比如胸主动脉啊，单独供血，其实就是它跟肺其实是分开的，所以叫隔离肺嘛。这部分多余的组织是没有正常的呼吸功能的，所以说其实就是没有用啊。但是通常也不至于恶变，就这个隔离肺的这个肺，你就其实把它理解成就长了一块东西，这个东西就在肺里头，一般出生以后就把它切掉就完了。这个就是大体上是这样啊。那它主要的风险是什么呢？主要风险就是说，它有的时候在胎儿期，它会压迫心脏，压迫正常的肺组织，导致这个胎儿肺水肿，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全身的水肿、腹水啊，然后纵隔也移位了，出现肺动脉高压，然后出现呼吸困难，然后这种呢就是太严重了，可能就不太好了。但是大部分是没事儿的啊。一般是在我们所说的大排期，也就是22、23周的时候就能够发现，因为它是通过血运，就是到底是肺循环还是体循环来判断，所以我们超声都是判断的还是相对比较准确的。那愈后呢，40%到70%的隔离肺在孕晚期就会自然的、自行的萎缩了，也就是说，好了，消失了，就是它那段主动脉供血的这部分组织就自然的好了，就萎缩了，你就把它理解成痊愈了就可以了，这是孕期啊。然后呢，一般是定期监测，每隔2到4周吧。超声复查来观察这个团块的大小啊，有没有水肿啊，有没有严重的压迫呀，是不是可以继续妊娠？其实就是要观察一下它的变化，这是孕期。那么出生后一般是根据症状来判断需不需要做手术。比如说有没有这个呼吸困难，有没有反复的感染，如果要有这些情况，肯定是要做手术的。但是确实要经过 CT 来确认，不能说光做 X 光是不能够判断的啊，要做 CT。如果严重的情况，在孕中期就会出现严重的水肿，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做子宫内的介入性治疗，这是指有条件啊。现在很多医院，甚至很多大的医院还做不到说那个宫内的介入性治疗啊。简单的来说，如果就是在诊断了以后呢，不需要太恐慌，